以往我们都以为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好打，但是在红海的一系列这个军事行动里面，美军上次杜鲁门航空母舰遭到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的这个运动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而且是攻船弹道飞弹。其实这些弹道飞弹很多都是伊朗给他的，而且这些伊朗给到这个也门的飞弹，其实已经大幅威胁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红海的运作安全性。当然，因为我们必须说，红海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航空母舰作为水域，但是至少在那个水域里面，证明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不是完全不可能摸不到的。如果说今天在那个北阿拉伯海，你说伊朗有没有可能就豁出去了，动用他手上所有资源比如说就是要打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然后让这个美国了解到伊朗不是好惹，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高。现在伊朗可以说是战云密布，但什么时候会开打？是真的会开打吗？美国真的会动手吗？现在就等川普来下令。而现在传闻当中呢，说最快在2月1号，美国就会对伊朗动手哦。美军的航母林肯号目前已经到达了伊朗的外海就定位了，但外界还是不确定川普什么时候会下令正式开打，要进攻伊朗。而美国独立调查媒体 Dropside News 呢，最新的爆料是说呢，美军的高阶官员已经告知中东重要盟友，说川普最快在2月1号会采取行动。当然，日期定出来了，就表示不见得会如此哈。但是不是如此哈？我们等一下要特别来讨论一下。这是美方一贯的极限施压。而这个报道也指出这次的攻击与核武或飞弹计划无关，而是关乎政权的更迭，就是要推翻现有的伊朗执政的政权。美军这次的目标呢，锁定在伊朗政府高层与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核心。所以，川普政府的想法呢，是成功打击伊朗的领导阶层，让民众再次的走上街头来推翻目前执政的政府，也就是只针对执政当局，而不是针对平民百姓。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他支持这项计划，并且呢，向川普也保证说，以色列可以协助在当地建立亲西方的新政府。现在看来有几个模式，其中有一个就是比照委内瑞拉的模式也就是呢，速战速决，对伊朗政府呢，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展开这个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有这个评估成功率我想先请教钟老师怎么看？我个人就是，当然现在大家都会把它跟那个委内瑞拉的相比较，可是委内瑞拉不要忘了，那次是下去把他抓起来，然后带到美国。这一次我倒是觉得比较可能的话，就是真正进行所谓的这个斩首的这个行动。对，因为你考虑到过去，其实美国在过去真正派遣特种部队，那时候在我假如没记错，在1980年卡特总统的时候营救所谓的美国人质，那时候也是 Delta 的所谓的特种部队派进去，不过当然很著名就是失败，所以你就派人员真正美军进去里面所谓的逮捕他们高层，那是所谓逮捕高层，那就是所谓的他最高领袖。我就像主任刚才其实就有提到了，你现在已经讲说我要打了，那其实像这种所谓的斩首行动，最重要的就是奇袭。对，第二个是情报。那奇袭的话，当然他说那一天也可能前一天，也可能后一天，也可能好几天，不管，就是故弄玄虚一下。对，不过不管是怎么讲，我觉得反而这一次的关键会是在情报。老师，您觉得一定会动手，是吗？对，我个人觉得这个动手的只是动手的幅度而已。对，特别是川普，我们今天看到他还宣布美国进入所谓的这个紧急状况。对，那当然紧急状况有很多，它是因为国际的这个因素，种种的，所以当然他也是要为他这一次，假如就是对所谓的伊朗动手的话，在国内上面来讲取得合法性，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像他第一次在那时候在委内瑞拉，他等于是没有经过这个国会的这个程序，他直接就动手。而且现在也看到说，以色列方面刚才也提到了说，纳坦雅胡也强调说，就算成功的把这个伊朗现有的神学式政权给推翻了以后呢，他们可以成功的去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权，讲的这么有把握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去年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伊朗的这些反对人士当然这时候在美国的那时候的前巴勒维总统的皇室的儿子也出来讲话了。那当然这时候是不是能够成功，就是反对所谓的你把现在的这个，特别是要考虑到伊朗
他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因素，他所谓的这个反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以及所谓的反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就是成功的扶植所谓他易主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亲西方的政权？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最明显的就是什么？伊拉克嘛，伊拉克当他把伊拉克整个可以说是派大军完全摧毁掉了，然后甚至已经派军在那边了，结果搞了那么久，还是一个反美的政府在那边。对，就更不用讲说我们看这一次的美军这次准备对这个伊朗动手的规模，目前我们看起来，这次没有北约，大家注意到这次没有北约的他的欧洲盟友来声援他。没错，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什么？以色列的声援，但以色列会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以色列当然也是站在自身的安全利益来着想哈，当然希望他就以色列的角度来，希望川普越早尽快动手越好。好，但是重点来了，伊朗会如何来反击啊？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强调哈，委内瑞拉几乎是被挨着打，但是伊朗会这样子吗？伊朗的反击动作会是如何啊？从军事上面来看啊，在川普决定可能要动手的前夕，在伊朗这边呢，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叫做拉尼贾尼，他在1月30号呢出访莫斯科，也和普丁见了面。那克里姆林宫特别透过发言人 Peskov 来警告，他说呢，俄罗斯方面呢一贯的主张，各方应该保持克制，避免以武力手段来解决争端。任何对伊朗动武的行为，恐怕都会引发中东地区全面的动荡，对区域安全会造成严重后果。而伊朗和俄罗斯过去有密切的军事合作，像伊朗呢部署了有俄制的 S-300中远程的防空飞弹，还有道尔中近程防空飞弹，以及铠甲 S-1低空弹炮合一系统。伊朗方面则是在俄乌战争有支援俄罗斯像是见证者无人机，还有法塔赫360飞弹等等。我想先请教军事专家，孝伟兄，伊朗绝对不可能，如果真的被打的话，他绝对不可能坐着挨打你觉得他的反击方式有哪些？他做的反击方式，我觉得就直接朝着以色列来而且其实，在去年以色列跟那个伊朗的冲突之中，其实伊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你拥有的这种西方协助你建立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对它并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以这个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法塔系列这个飞弹，特别它有相当多是属于这种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那这个速度它本身非常的快以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来讲，如果说它能够以这个5倍甚5倍到10倍的这个音速的话，也就是它每小时每秒钟，其实它在移动的这个距离，大概就等于那个1.5公里到3公里每秒，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今天大家都会好奇说，今天如果今天伊朗面对美国的空袭，有没有办法抵御美国的空袭呢？那我很诚实的说，当然不太可能，因为其实美方它在作战上面来讲，它拥有这个目前全世界最强的伴随式电战，搭配它的这个像航空母舰以及这个周边的空军基地部署这些战机，拥有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机种联合作战打击能力。伊朗的防空系统对它基本上来说是没有太大效果，但是伊朗很大。伊朗的范围很大，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它一旦有任何一个地方遭到攻击，那这个时候它就极有可能动用到它的这个弹道飞弹系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且这些弹头会带着什么样的弹头？目前来说可能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的这种弹头？这个可能性是存在高度疑问的。所以那以色列其实在上一次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冲突中，也已经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面对伊朗的弹道飞弹攻击，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完全防御的，因为伊朗的飞弹是高超音速武器，具备穿透以色列从包含萨德到这个大卫投石所到剑3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防空飞弹系统下来，的确以色列的这个弹道飞弹防御系统很强，但是伊朗飞弹的穿透能力也很强。那当然，伊朗飞弹的这个穿透能力强，并不代表就是说它的这个精准度好，但是如果说它用的这种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弹头的话，那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就会受到比较大的这样的损害。那其实川普在中东，他真正在意的是以色列。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好像以色列这个纳坦雅胡非常支持这个以色列如何，然后甚至于保证如何，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说其实以色列在目前在加沙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之前在加沙一系列行动，其实已经让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他非常的觉得对于以色列做法颇有非议。那所以如果今天伊朗跟美国之间真的又发生军事冲突，其实你如果看到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话，你可以看到川普相对来讲，他其实的确早想
动伊朗很久了，但是有各种现实的考量，让他对伊朗动手前都好考虑再三。现在当然你说可能当初可能会力主这个川普动手的这些幕僚，可能现在都不在川普政府里面。但是如果今天川普如果理解到，就他如果真正对伊朗动手，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像对委内瑞拉那样那么快准狠的，然后可能是用一个精准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样一个绑架式的攻击，而后续会失老无功的话，那这个部分来说，川普可能就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就是我请教你虽然说主要的会针对以色列来展开攻击那我们在这2天也听到伊朗放狠话，他是说呢，当然除了以色列以外呢，会主要针对像美军的重要基地，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还有包括美军的船舰。当然，他讲的是航母啦，但航母不是那么好打的，尤其是美军的航母它整个航母战斗群恐怕会把航母保护得好好的。但是他既然敢这么讲，就表示说他也是感觉是没有退路了。他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跟美军同归于尽的感觉，是吗？的确，其实说美国航空母舰到底好不好打目前来说，以往我们都以为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好打，但是甚至于就是说之前在红海的一系列这个军事行动里面，美军上次杜鲁门航空母舰遭到就是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的这个运动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而且是攻船弹道飞弹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些弹道飞弹很多都是伊朗给他的，而且这些伊朗给到这个也门的飞弹，其实已经大幅威胁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红海的这样一个这个运作安全性。当然，因为我们必须说，红海它不是一个非常适合航空母舰作为水域，但是至少在那个水域里面，那个也门加上伊朗，证明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不是完全不可能摸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虽然说美国航空母舰摆在阿拉伯海，我觉得他们这次不会进到波斯湾啦，因为如果进到波斯湾，你要经过荷姆斯海峡，很容易是在这一段遭到这个伊朗的这个伏击的话，那这个时候对美国来讲，是相对来说是很脆弱的，经过那个荷姆斯水峡这一块。但是如果说今天在那个北阿拉伯海，你说伊朗有没有可能就豁出去了，动用他手上所有资源比如说就是要打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然后让这个美国了解到他那个伊朗不是好惹，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因为一艘航空母舰大概5000多人，但是当然打到了美国航空母舰，那后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政治效益又非常可怕，因为美国可能就会因为你的他的航空母舰被打，而必须要对这个伊朗提高这场战争的这样的就是说美军的伤亡会是一件大事情。对，那你觉得在后面我们刚刚提到俄罗斯会有什么动作吗？其实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一块反而不会对美国有太多的作为，他顶多会透过联合国的这个系统对美国发动外交式的这个谴责，因为其实现在光是俄罗斯应对乌克兰的这个部分已经要拖住他大部分的国力。其实美国透过乌克兰，然后减损俄罗斯的这个国力，其实大幅提升了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这个部分来说，在世界上来说，现在是一个肯定的结果。理解，就是首要的是以伊朗，还有就是周边他这些小弟们包括像说到这个也门组织还有呢像斯利巴嫩的真主党等等那在这一次的伊朗危机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在中东的传统盟友，像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卡达呢，其实之前也说了，中东的4个这个国家呢，也都积极的在游说、在调解也希望川普政府呢不要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那沙烏地呢，甚至私底下也向德黑兰当局保证说呢，不会介入这次的美伊冲突，因为已经强调了他们不会开放沙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领空。好，另外呢，伊拉克的前总理这个比较亲伊朗的马利奇，最近也打算要回国，重新担任总理来执政。川普在29号也放话了，他说，如果马里奇回国的话，美国将不会再帮助伊拉克，伊拉克获得成功繁荣和自由的机会就变成0。好，现在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卡达，现在都希望美国不要对伊朗动武，但是劝得动吗？而且传统上刚刚提到这些国家，沙特也好，卡达也好，都是属于逊尼派的。为什么这次会支持什叶派的伊朗？大家也在好奇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是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最担心后续打不是问题，打了之后所引发的效应，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的确，这个主持人刚刚谈到一个重点因为现在川普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可以打一场战争，但打完我就会走。那盟友要自己负担更大的力量在这个区域安全上面。那我觉得对于像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你看波斯湾这个一打开来看，他们就是紧邻伊朗，只隔了一个波斯湾而已。那当然伊拉克也是陆路的跟伊朗相邻。那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他们在
盘算这个逊尼跟什叶派的这个思考，我觉得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两个教派坦白说教义上没有太大差别，只是说什叶派他是要求以穆罕默德有血缘的这个亲属作为这个领导者而已哦，那另外一个逊尼派没有，所以相对温和，所以我觉得他主要考量不是教派，而是他们地缘政治上的这个战略。那如果伊朗因为跟美国打仗，而他们也要被迫出兵的话，那他们的损失跟牺牲可能无法估算，因为后面美国可能随时会抽腿，这个是我觉得他们担心的。但是今天其实有媒体报道，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好像在玩两面手法，就是他在表面上他说希望美国不要去打伊朗，可是他的这个国防部长私下却跟华府传达说希望你去打。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国家来讲，要铲除神学式政权对他们来讲会，也许长久来讲是更好，但是你要非常有把握可以把它摘除。如果没有摘除，把这个战争拖下去的话，后面就是这边周边国家受累。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计算这个到底利益谁孰重孰轻的过程，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天人交战。OK， 而且我就想到了之前在包括阿富汗也好，甚至包括那时候在处理 ISIS 的哈，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未来如果这个战争发动了以后，我们看似好像这个事情如果结束了，但后续的包括像孤狼式的或者集体式的恐怖攻击事件在全球各地，甚至在美国本土发生，那会怎么办呢？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不过现在就看川普的一念之间呢，他到底什么时候可能会下令动手来对伊朗出手？美伊两国现在不只是在嘴上互相呛虾而已啊！现在包括了飞弹、航母战斗群、战机全部到位，感觉起来不太像是要进行一场演习的样子，而且呢是更进一步的，像是战争要开打前的最后就定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X 账号叫做 Your Anonym TV， 那它是 Anonymous TV 啊，它旗下的一个账号，它就爆料指出说，伊朗在得到俄罗斯的同意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达到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试射。这个飞弹的射程呢，可以直接覆盖纽约跟华盛顿，美国这些重要的大城市。而伊朗背后支撑的力量呢，也浮出水面。现在包括传出中国大陆方面呢，正在评估向中东波斯湾要转移更多的武器，包括了有哪些呢？像东风27、26，还有鹰击21高超音速飞弹。这些飞弹对于美军现在要调派到中东的林肯号，恐怕会造成这个战略威慑啊。X 博主 War 更爆料说，伊朗已经接收了中国大陆制红旗9B 防空系统。而且至少有16架中方的军用运输机急飞到德黑兰，美方跟以色列也在部署重兵，他们把大批的军事力量移到中东，像是爱国者萨德飞弹防御系统都加派到中东部署。另外像是 Eagles 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进驻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 ，F-15E 呢也集结了24架。林肯号现在即将进入到阿曼湾，还有以色列方面呢，传出已经准备超过有7000枚的飞弹。从美伊双方现在部署在光是这个军事力量态势来看，当然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双方都在把力量拉升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进行演习。我看报道上面的标题啊，甚至都想说只等川普下令了。奎博老师怎么看？是真的不惜一战了吗？如果你从这个美军目前的部署来看的话，美国它确实是在往准备这个进行武装冲突、武装行动的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对，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大概在1个星期前，我们说，你看美国根本嘴巴说一说，动作都还没有做到嘛。但是呢，美国现在差不多经过1个星期的准备之后，包括它的这个空中的还有海上的武力，甚至包括陆上，像大家最近常常提到的 Delta 三角洲的这个武装的力量，其实都已经进驻到伊朗的附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1个礼拜前我们说美国似乎是说一说，但是现在我们光从这些实际的数据还有事实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乐观的本钱。而且即便中东4个国家在先前我们看到他们出面斡旋哦，对，似乎好像效果也不大。对，因为这个斡旋，我觉得他只是先让川普不要急着，譬如说用这些中长程的武力就直接攻击了伊朗。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去捅了一个马蜂窝。
你后面不知道伊朗会怎么样的报复，因为伊朗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导弹能力，对，这导弹能不能够在类似核弹头的，或者是巨型炸药的这个弹头，其实说实在，外界并不是那么的确定。而且最后倒霉的搞不好就是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那另外就是伊朗，它周边还是有些兄弟，这些兄弟呢，包括在叙利亚、在也门、在黎巴嫩、在加萨走廊，当然现在已经被清了差不多了啊，等等的。那这些兄弟，如果当伊朗受到比较大规模的攻击的时候，会不会透过其他非正式的方式，对于美国或者美国的公民进行攻击？对，这个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当然前面这个中东4个国家的斡旋，我觉得一开始只是希望局势不要往恶化的方向去前进。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因为这个川普给了2个条件了，伊朗并没有正面的回复。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伊朗可以停止处决这些街头的示威者，啊，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说，如果伊朗可以说他不会重启核武计划。川普其实给了这2个条件，而且是我如果印象没记错是或，就是1或2，你选一个就好。所以伊朗其实现在我觉得他并不是没有退路，只是说大概现在伊朗也要对自己支持者，我说他的这个执政者要对自己支持者交代嘛。所以如果他这个退步的妥协的太快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执政的基础不是件好事。但是我只能说，目前现在看起来，川普的做法，我们有时候叫做极限威吓。对，他反正我拳头大嘛，我都能摆的都摆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些摆在美国、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武力，他其实打世界上任何一个差不多这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其实已经算是绰绰有余，就是一副大军压阵那种感觉。对，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我个人目前相信，川普还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让伊朗自己知道下台阶在那边，你就不要再处决这些街头示威的人，你就已经完成我给你的条件了，那我川普就可以不动用武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川普也在思考，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伊朗的内部更加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制裁我们已经谈太多了。那再加上伊朗现在内部，如果他们发现美国，就是说伊朗这些抗议者，他们认为说，美国原来还是挺我们的，美国还在。那这个时候呢，伊朗内部的政治，我觉得只是暂时的停歇了，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波折出现。您提到内部的不稳定哈，其实美国现在如意算盘，可能就是希望伊朗产生内爆。那什么是内爆呢？因为伊朗现在真正的痛点可能并不是主要在跟美国对阵的这个军事战场上面，而是在内部民生经济问题啊。目前遇到的很大的麻烦，包括了像是通膨恶化、严重失控，还有呢，美国常年实施制裁，拖垮伊朗的经济。所以伊朗执政当局呢，只能透过断网啦，还有官方镇压，才暂时压住群众的示威抗议。现在川普呢又再补上一刀啊，他表示说呢，考虑对和伊朗往来的国家要实施2级关税，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彻底的被踢出全球经济体系，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从内部引爆更激烈的反抗力道。但是现在不管是采取2级关税，还有长期的经济制裁封锁哈，其实对古巴也是这样哈。倩姐，您觉得真的能够达到美方的如意算盘，产生内爆吗？其实伊朗是一个长期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所以现在的极限施压就是它的制裁上面的叠加而已。这个剧本呢是最常使用的 regime change 的剧本，就是从经济跟外交的压力，促使你内部的政治经济的混乱，最后造成了内部势力推翻现有政权。对，而伊朗曾经被推翻过一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还是在它的原先的剧本上增加它的力道，同时在摆了一个军事的态势在那里。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军事的态势当然要打它很容易，但是毕竟荷姆斯海峡对于全球的石油、天然气供应跟所有的航运呢，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1/3到1/4的都是经过荷姆斯海峡，所以伊朗除了它另外还有一条陆上的运油可以出去以外呢，海上荷姆斯海峡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受影响的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通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一下
美国现在在做什么啊？美国现在当然乘着过去的一些放在引号里面的胜利，还有最近在 Davos 的所谓的胜利，我相信川普认为他会是另外一个和平的缔造者。那中东的和平，从1996年的 Clean Break 计划，就是要打败所有的抵抗之狐的国家，一共有7个。那最近已经完成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结束了，而且最近就是在这几个礼拜，你看到 SDF 就是以前库德的反对军都撤出了，科威特那个一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作，伊拉克最近也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执政政府。那么 KRG 虽然还是库德的，还是在中间是一个力量，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剧烈的大的动荡或者是颠覆，所以叙利亚结束了，伊拉克在控制中，剩下就是伊朗最大的一个。所以你从以色列往这边走的话，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在这一条线里面，伊朗是最难的。所以上一次大家可能记得，以色列攻击了伊朗以后，特朗普攻击了12天，12天代表什么意义？就是他要做一个展现武力，但是绝对可控的一种军事处理。也就是说，他事先两边不管讲好没有讲好，都知道他不会继续扩大、逸散到之外，成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现在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就是要考虑到伊朗背后其实主要还是俄罗斯。现在当然就是你若看其实我认为跟台湾状况很像。在伊朗这个部分呢，美国可以动手，可是他要考虑背后中俄的力量。对，中俄呢不希望被带进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俄罗斯可能有一点好处，因为如果大家在中东有战争，那么欧洲的压力就会减小。但中国完全没有理由要进入这个战场。亚洲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有什么理由要进入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甚至要把大量的武器人员放到这个区域？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伊朗跟台湾，就像我们以前说乌克兰跟台湾一样，它都有一个大国博弈跟大国势力的角力中间彼此的一种看法。所以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呢，美国有一个可以动手的窗口，军事窗口。也开始了有一些影子军队、影子武器在这附近，有些是明面上的，像刚刚讲的那种大家看到的船坚巨炮，可是另外也有一些是属于只管通勤杀的那种内部的那些系统呢，都已经开始布在那里。对，但是这一个军事可行动的窗口，要不要升级到军事行动？这中间还有很多大国博弈中间的考量，而且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中俄美。这3方在中东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它的本身可能不那么重要。伊朗本身也不是一个小国，对，它是美国现在可能动手的国家里面实力还是最强的一个，所以伊朗本身的能力也会是考虑的重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寰宇全世界》这个节目当中常常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但你可以看到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是说干就干的，就对委内瑞拉呢，就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而且美国战法一向是速战速决啊，但是伊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处理之后呢？其实现在的关键核心是在于，动手以后，你这个烂摊子要谁来收拾？是美国吗？还是伊朗周边的国家要深受其害？好，那现在我们如果回顾川普之前所有的操作方式，包括最新的就是对委内瑞拉、对格陵兰，虽然说做法上会有不同啊，但本质上其实背后它都有一个川普或者说美国一个很大的战略目的。那 Russ 你怎么看呢？这次当然想说石油也好，地缘位置也好，可能是其中的考量，但是是不是真正想要切断的是中俄在中东的战略节点？我觉得伊朗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过度分析啊。我的意思是说，川普虽然今天才是1月底了，但是他要把他的焦点放在10月份的期中选举，所以将来几个月他想处理的这些外交事件什么国际大事，我觉得他的兴趣会越来越少。虽然去年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他对一些国际趋势或什么战争啊，他兴趣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他已经解决好加沙问题了，然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外交问题还是贸易关税相关议题。然后呢，他
喜欢处理的战争好像是那种小型的，比如说非洲或者加沙、柬埔寨跟泰国，他不希望有这种会影响到整个区域安全，甚至世界安全，像乌克兰跟因为这盘棋太大了，是不是？对，他打的都是要稳操胜算的，但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摆出这样的一个重镇，你觉得？所以他前几天开始公开说，不要再杀死这些示威者。那他的意思是很明确啊，只要你不要再杀死他们啊，我不要再给你压力了，你们可以继续执政了，我不会推翻你们的政权。很明确，这是他的讯息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川普对伊朗这个问题，他希望是可以和平解决，他不希望他真的要动用美国的军事。但你如果从伊朗回应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如川普所愿吗？当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执政，对不对？无论如何，无论有继续制裁他们，或者中国或俄罗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了。他们最想要的是可以继续执政。那如果美国真的没有打算推翻他们的政权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OK， 但有了委内瑞拉之前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个美国说打就打的可能。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到底会如何？这个伊朗会不会被美国给打了？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要不要对伊朗动手这两天也看到他亲自的介入暂时叫停了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那伊朗方面呢，也在关闭领空之后呢，又重新的开放他们的领空。川普表示，因为呢他收到了情报显示，看到伊朗的局势有降温，美国动武的理由正在减弱，而且他指出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华盛顿谈判。美国对伊朗出手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呢，在去年2025年的6月，美军发动了午夜铁锤行动，当时出动了125架军机，那其中包括了有7架 B-2 隐形轰炸机，那么轰炸了3个核设施。再往前推看一件事件，就是2024年的9月。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他们曾经渗透供应链，在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这个 BB 扣里面植入了爆裂物，使得呢这个呼叫器同时爆炸，当时就导致至少42人死亡，3500人受伤。所以看得出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有分工合作。可是现在从原本的美国、以色列扬言要共同打击，到现在局势突然缓和冷却了下来这个背后的战略考量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季老师怎么看？好，首先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如果美军要发动比较大规模的打击的话，它在中东地区目前的战力集结其实还不够，因为先前美军把战力抽调到加勒比海，所以加勒比海有12艘美军的军舰，那以至于中东地区其实目前只有3艘驱逐舰跟1艘潜舰，没有航舰打击群。所以，那在没有航舰打击区的状况之下，其实它在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一个新的发展，当然就是大概1月14号左右传出，美国下令那个在南海的林肯号航舰打击群开始开往中东。那整个航程大概要1个礼拜，所以大概会在1月20号跟1月21号左右就位。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美国跟区域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应该会利用林肯号部署的这一段时间，再去对整个情势做评估。因为最主要是在1月8号，伊朗政府的从晚上开始做血腥镇压之后，目前伊朗街头上的抗议算是暂时被压制下去。那这个就让美国还有区域其他国家对于局势，包括以色列都要重新评估。因为原本对于美国或以色列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因为民众的抗议，导致伊朗的统治结构里面出现所谓的窝里反。那原本他们可能最期望的就是，因为伊朗现在是神权共和国，是那掌握大权的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他的相关的体系。那些比较政府的机关，其实都算是执行者，然后加上正规军。我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原本认为最佳的剧本是，因为民众的抗议，所以军方正规军加上在行政单位的一些官员，
决定联手挑战推翻这个神权领袖。因为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在推翻之后，因为军方的力量还在，所以呢，推翻神权统治之后的伊朗政府还有能力控制相关的局势。对，因为还有军事力量。对，还有军事力量，还有一些安全的力量。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也就比较能够跟美国进行相关的谈判跟合作。对，这是最好的状况。所以老师，您提到说，特别现在就神学制政权掌权的伊朗当局、领导当局来讲，他要怎么样去防范您刚刚提到的窝里反啊？因为避免里应外合。委内瑞拉的例子看到了哈，如果是里面如果有内奸的话，很容易就被推翻。我觉得现在状况就是1月8号，伊朗政府开始血腥镇压，那个镇压的规模感觉上是连军方都参加，所以就让所谓的窝里反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就代表正规军还是决定跟这个神权统治、神权领袖站在一起。是。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讲，或者对以色列来讲，最坏的状况反而变成好。如果今天在美国跟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之下，再加上民众的抗议，德黑兰的统治突然崩溃。但这个崩溃之后，因为德黑兰没有一个有力的体系可以掌控大局，然后这些神权系统加上革命卫队，其实在伊朗各地都还有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第一个可能变成伊朗内战。那一旦内战的话，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特别是土耳其等，他们就会担心，第一个，尤其是在伊朗周边接壤的国家，难民，因为他们都看到之前叙利亚的状况，然后大量的难民出逃，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是说，在跟伊朗附近的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都公开表示不希望川普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就是担心，万一伊朗中央统治突然崩溃，变成内战，第一个大量的难民。那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会担心的是，如果伊朗丧失中央统治，他那些核设施会不会外流到不该流的身上？反而现在的状况，他们华府内部可能有人会认为说，现在的伊朗政府虽然还是个集权统治，但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很多小弟，哈马斯、真主党都被剪除了，现在大概就是在也门的青年运动。那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要再去支持青年运动的力度也降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这个政权虽然是个集权，但是它最起码还能够稳定内部的局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伊朗的危机还没有完全的解除哈，而且现在全球都在关注这个中东情势后续的发展，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先前也和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彼此通过电话。那阿拉奇呢表示说，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外部干涉的准备，期待中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毅则表示呢，希望各方都能保持克制，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中方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大陆外交部呢，还特别在官网上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啊，说伊朗外长呢在电话当中通报了伊朗局势最新发展，也强调最近呢在内部发生的骚乱是外部势力所煽动。现在看起来中方非常的关切，可是中方对于中东一触即发的局势啊，这个冲突随时有可能发生，目前所保持的态度是什么？大使，您觉得？这个就变这个跟王毅跟这个伊朗的外长在讲的电话里面3个重点，也就是中国大陆对于伊朗情势哈，的3个反对。他的3个反对呢，第一个反对是反对这个他国啊，就国际间啊，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与国争端啊。那第二个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他国。第3个反对世界再重新倒回为丛林法则。那这个反对已经是蛮清楚了。你外交上大概这样子，由外长国务委员兼外长做这样子的立场，其实是对伊朗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高层级的支持了。在这个情势下。那当然，在经济上的话，中国对伊朗过去一直是很支持啊。伊朗因为它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原油，那它原油的部分的话，正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就变成它的原油的销售是有问题的。可是呢，事实上有西方媒体在前一阵子也指出来，那么伊朗大概每天它这个原油大概每天可以外销220万桶。
那这是西方媒体做的报道啊，这个要查证。那他认为90%啊，这些外销元首都是进入中国大陆。那所以基本上今天能够在国际上还购买大批伊朗原油，在经济上给予伊朗很大的经济支持，就是中国大陆。这是长期持续性的。对。那这个不会因为有危机或者没有危机会有断绝。所以伊朗对中国大陆经济已经给了。中国大陆对伊朗经济已经给了很大的支持。那军事上的话，这个就说伊朗在很多它军事的这个科技上，甚至关键装备上这些部分，那各方的报道不一。那因为伊朗在过去几年它的所谓的这种长程的中程导弹，事实上已经在实战场上证明是非常非常的先进。而且它也有超高音速导弹，可是外界就在猜这个技术从哪里来。那有人说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伊朗只有一海之隔就是里海，直接就可以就可以大批的援助不需要西方任何的，西方没办法阻碍，连甚至监视都很难。你要看这个12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的土地中间大部分都是伊朗高原。靠西边是它的这个主要人口跟经济活动地区，那边都是高山峻岭，对，高加索山好几个山，德黑兰就在那边。然后德黑兰在整个伊朗的这个国土里面，在它西北部，离海比较近，所以从战略的角度地缘政治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俄罗斯。那么如果让伊朗落入到这个西方的势力里面它的整个里海地区都会陷入到很大的怎么样威胁，所以反而对俄罗斯的影响会，所以对俄罗斯来讲，地缘政治来讲，伊朗非常的重要。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又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还是非常的遥远。而中国大陆过去在中东地区有更宏观的战略，如果我们记得很清楚让这个什叶派的伊朗跟逊尼派的沙特在中国大陆北京进行了和解。那这个对于这个伊朗对沙特来讲都是很大的帮助。那所以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正面对抗中里面其实中国大陆已经给了伊朗很多的这些资源，然后尤其现在在外交上，那军事上要看未来怎么发展。那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川普已经自己找了2次台阶自己下了。那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要以军事的方式进入到伊朗的话，美国能得到什么？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什么？这是川普自己要去考量。现在就是看说大使刚刚的分析，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只要石油供应不受到影响，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了石油，其实看到最近的油价的波动因为在石油这边，你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的局势还是诡谲不定。战争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有个石油相关的有趣现象，就是 OPEC 发布他们的月报，表示说，预期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增加每日是134万桶，跟今年预期的每日138万桶增幅是相当的。报告也指出呢，全球经济活动预期在2026年跟2027年都会维持强劲的表现。另一方面呢，艾德金融投资执行董事叫文景辉，他分析说，川普已经控制了委内瑞拉，如果未来再成功控制伊朗的话，反映石油控制权就会易主失去平衡。那相信呢，其他石油国就会实施禁运或者是跟川普来想办法怎么样抗衡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未来油价未必会跌，反而会有很大的机会再度攀升我们怎么看国际油价，还有因应现在的局势它有可能会发展的一个情形？这个国际这个石油组 OPEC 它的目前的评估正好跟 IEA 就国际能源署的评估有点不太一样。国际能源署是没有那么乐观的。那如果以这个波斯湾国家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油价还是平稳的，没有受到这次伊朗目前的风暴影响。因为最主要是第一个，荷姆斯海峡并没有被封锁；第二个，并没有任何的油田被炸掉；第三个，没有任何的石油生产国家宣布停产。这3个原因都没有发生所以这个风暴并没有发生。那我们过去20年市场早就习惯了说，这个中东
每次都有这个危机的疲劳症了。就是说，伊朗要报复了，美国所有的方案都放在桌子上了，中东局势高度紧张啊。但是最后呢，如果没有发生油的断供链，就不会有什么石油大涨的这个情形，就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赫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的话，那当然影响很大。对，因为在石油海运它占了1/3啊，那我们亚洲市场它占了80%。所以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啊、科威特啊、伊拉克、伊朗，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如果一旦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封锁的话，那确实对石油的油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诚如刚刚大使讲的，美国如果要攻打伊朗，他一定要设定好他的战略目标。你能不能拿到伊朗的石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你如果像去年6月你去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显然看起来目前没有完全的毁灭它所有的核设施。那如果你是目标是核设施的话，那跟石油又是2件事了。对，你能不能进驻伊朗去取得它政权，那更是非常的几率非常小。诚如刚刚杰老师讲的，伊朗是一个教士国家，它的统治非常复杂，而且这次它暴乱是因为经济问题，它官方的汇价跟民间黑市的汇价差了几10倍，所以呢通膨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都有问题。过去还有补助，现在连补助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上街头去抗议。那目前这个状况，好像统治层还目前有效的控制，还没有失控。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美国要去攻打伊朗，你一定要设立好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它不是像委内瑞拉，他是想把这个总统马杜罗抓走，然后呢，希望接他的人能够贯彻美国的意志，对不对？把这个委内瑞拉石油能够归美国所能来使用。那现在伊朗能不能达到这？显然这个情况是差很多。还有很多阶段性的考量哈，因为毕竟伊朗跟委内瑞拉不可拿来做相提并论啊，这个可能更复杂的多。重点就是在于说，你控制住之后，那个 afterwards 之后的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美国迅雷不及掩耳的对委内瑞拉出手了。那出手之后呢，现在外界关注的除了格陵兰、除了加拿大之外，还有包括古巴以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呢？在伊朗呢，现在看到民众最近是纷纷上街抗议一件事情：通货膨胀，因为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通膨的怒火也像燎原一般的延烧到全国各地。而英国媒体《泰晤士报》就报道说，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86岁的哈米尼已经准备好要逃往俄罗斯寻求庇护。但更棘手的是，以色列的安全内阁也传出，正式批准代号叫“铁拳 ”（Operation Iron Strike） 的军事行动，研判美国跟以色列联军可能在72小时之内会对伊朗发动突袭。而在台湾这边，我们的国防院研判呢，就分工来说，认为以色列打击目标应该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有伊朗的防空武力为主。顺便也钳制他们的地面部队，而美国呢，则可能比照委内瑞拉的精准斩首模式。这个报道言之凿凿啊，把分工之如此精细都列了出来。现在看起来，这个军事冲突真的是很难避免了吗？委员，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个难得的一个良机啊，正好是一个机遇，因为它伊朗内部出现问题了嘛，因为对以色列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敌人是埃及，是叙利亚，可能还包括像伊拉克这样。可是这些国家现在基本上都对他构成不了威胁了，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大概20几年来，对他真正构成威胁的，坦白讲，应该是伊朗，因为不管是哈马斯，不管是真主党，不管是福塞组织，也门的福塞组织。这后面的主要的金主跟武器的提供者大概都是伊朗，所以他觉得要把伊朗灭掉，尤其伊朗是拥有制造核子武器的潜在能力，听说现在大概高浓缩铀有400公斤，所以他给他很短的时间，他可以造出来，就有核武威胁。对，所以以色列觉得这个是摧毁伊朗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个力量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能够对伊朗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说斩首式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要对这个国家
完成相当程度的占领，啊，或是派一大批的部队，不是全面的占领，至少对德黑兰进行某种程度占领，我觉得不太容易了。是，因为毕竟这个伊朗有1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有8800万人，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没有错，很多人民，包括行政官僚，都对这些教士为主的这些掌管大权的这些宗教领袖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你的外国的力量进到里头去要攻击他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的要去帮助以色列的可能性，坦白讲不是很高。因为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其实是俄国，因为俄国跟伊朗其实靠得很近了，里海中间只隔一个亚塞拜然。对于俄国来讲呢，你吃掉了委内瑞拉，现在你要把伊朗给整得很惨的话，那我请问你，那我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继续请教您啊，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讲伊朗，它毕竟不是委内瑞拉，您也提到了，不管是在文化上也好，宗教上也好，都是非常迥异的。那我想问的问题是，那接下来呢？如果真的以推翻神学式政权作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推翻了以后，美国自己也有前车之鉴啊，有了伊拉克，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怎么去处理后面的 afterward 后面的部分呢？这个是很对，你讲的这是非常好。像伊拉克，它就什叶派占多数的这样一个国家。你美国现在还在当地在周遭驻扎大批的美军，所以他现在就范了。你美国慢慢你军力如果退却的话，伊朗长期来看，就那个伊拉克是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伊朗了。所以那伊朗又比伊拉克要大了更多。所以你即使你把这个神学式的政权给搞垮了哈。就这些这个宗教狂热的这些教派把它搞垮，但是我认为那个官僚系统留下来那些官僚系统，他们把伊朗把它稳定下来以后，他们依然不会跟以色列妥协。是，我认为这里面有宗教的问题，有历史的问题，还有很现实的就是真主党跟他们的历史关系不容易切断，是，包括哈马斯，是，而且就已经有潜力可循了，所以林老师又怎么看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到时候像是真的，如果像是一个马蜂窝，你捅了以后呢，这接下来要收拾的烂摊子非常的大，怎么办？英国媒体中东之眼啊，先前其实也曾经爆料，他们就发现说，在半年多前，伊朗跟以色列停火协议签署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呢，中国大陆就向伊朗紧急交付了大批的防空导弹系统，而被认为呢可能是红旗9B，交易的方式更是采取石油换武器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以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换取中方的歼20隐形战机，还有 HQ9 防空系统，还有就是歼14雷达。好，那么我要问的就是这些中国大陆制的武器系统，如果真的是如同媒体报道，那它能够为伊朗的防御甚或是在攻击上面提升多少的战力？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先把它分开来看。第一个的话是它的一个战斗机跟它的防空系统，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先说这个战斗机好了。这一边的话，报纸这一边的一些媒体说是这一个歼20，我觉得歼20机会不大，因为歼20的话，今天其实中国它自己生产的量，它自己都没有完全去换装了，还来不及去换装。那你说还要现在全部把这些歼20送去给伊朗吗？因为其实对我们对中共的一个武器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现在是什么？研发一代，自己使用一代，外销一代。现在外销的话，它还会不会先是以歼10或其他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这印巴空战嘛，是以歼10这个系统为主的？那你现在就要去卖出歼20吗？除了电子作战的压制之外，也会去大量出动先进的一些战斗机。所以其实就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跟我们很难去从印巴空战，还或者是委内瑞拉来去做一个比较，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成一场又是中美制造的武器的一场实测大比拼哈？刚刚老师提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到说，这次大家在讨论委内瑞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说什么中制武器都没有发挥效果啊？别忘了，武器是人操作的哈。也有阴谋论，不是说这个里应外合之说嘛哈，就是说这个飞弹也好，防空系统也好都没有起作用。
那如果是人不去让它起作用，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大家在事后呢多所讨论的。好，那现在说到了刚才提到了 F-35啊，是美国最先进的飞机啊。美国政府有一个问责署哈，最近有一些相关的报告哈，令人玩味哈。因为呢，这个报告就指出，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在2023年度只有51.9%，就是刚好过了一半。那数字呢，远低于美国国防部所设定的80%到90%的目标水准。也就是说，平均每2架当中就有1架 F-35没有办法在最佳状态下升空，所以情况显得相当严峻。而妥善率下降的因素呢，最主要是零件短缺跟维修延宕。F-35目前所采用的是由这个参与研发还有制造的各个国家彼此来调配零件的供应机制，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却是呢，零件维修的时间太长了，导致库存耗尽的情况不断的发生啊。所以简单来问，这个 F-35大家都现在说是在6代机之前，起码是5代机的最强空战战机，可是就面对到这个妥适率的问题啊，蔡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那问题如果说放在日方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想办法做一个解决。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跟美国买了147架，F-35A 的话是105架，F-35B 是42架。那 F-35B 是要放在加贺号跟出云号上面。那我们知道日方他们在维修上面的话虽然是非常的强，但是他们还是要去做这一个方面的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看得出来，叫做马毛岛。马毛岛的话，也就是 F-35A 跟 F-35B 他们做训练，或者是说战时会发生什么战事的时候，整个都会移过去那个地方，那个是我们可以去观察的。那这个观察的话，我们也看到大陆的军方嘛，他们最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点，所以他们最近经常去，不是只有去什么东海照一照，他去了大隅海峡，也就是在鹿儿岛附近那一个地方，他们会去观察。所以这个的话，当然日方的话也是去做一个努力了。当然他们自己有所谓的三菱重工，三菱重工的话也是希望跟他们做一个合作。而且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的一个强项会稍微有点不大一样。美国的话，它做一个很先进的东西会很快，可是他们在维修上面来讲就会有一点点的不是那么样的积极。那这边会有日方去补这个不足的部分吗？这是日方他们希望去做的，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们毕竟跟他买了147架，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的使用需求。一个需求，如果这个147架你如果说只有一半能够起飞上去的话，对他们一个作战能力会有很大的一种影响。OK， 那您怎么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之前也请教过您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英国、意大利、日本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战机合资企业要打造的是6代机而且是逆踪战机，这个全球空战计划。那如果现在5代机面临到零件维修时间延宕的问题，6代机的话是不是应该及早的去思考呢？日方的话，他们确实有在做这一个努力了，但是的话，这跟5代机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5代机的话是 Made in America，6代机的话基本上是由日本主导的 Made in Japan。日本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一个品质，就好像我们所说的Toyota 生产系统，这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打败美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日方他积极想要自己有一个主导权，不能够说所有的武器都跟美国买，因为我跟你买的话，不是只有硬体的问题而已，而且美国并没有把真正的软体整个都移交过去。我跟你买的硬体，我没有一个软体的话，我也不行。所以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打出一条路出来，但是在这条路的话，跟5代机有一点不大一样的地方是，5代机的话是你飞机不上去的话，武器不能够打出去，不管是飞弹，不管是所谓的炮弹，不管说你一定要飞机要飞上去。但是6代机的话，它是一架飞机上去，它会带很多的无人机。无人机我们可以讲它就是一种消耗品，消耗品然后飞出去没有带回来的话，这个不会有太大的一种问题点。那没有问题点的话，它的良率自然会从 Made in Japan 他们所擅长，会把它做得非常好。这个是我们不同的一种想法。是。那不同想法的话，我们又会可以看到，因为做了6代机，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晶片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跟台湾的关系非常的好嘛。那非常好的话，这个晶片的取得上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点。所以 Made in Japan 的品质这2个字是他们所挂保证的。所以不管是 Made in USA 或是 Made in Japan 其实刚刚提到了5代机也好，6代机未来的这个先进的逆踪战机也好，大家除了比拼的是科技之外，也比拼的是刚刚点到了一个重点，制造能力。马上回来。